战国时期，苏秦配六国相印，站在咸阳宫前与秦王对垒，全程只说了3句话，就逼得秦王退还侵占的六国土地。同样是纵横家，张仪游说楚国，3日不发一言，只在关键时刻抛出一句筹码，就瓦解了齐楚联盟。这2个搅动战国格局的谋士，背后都站着同一个老师——鬼谷子。现代人总觉得沟通就是要多说多讲，把想法全盘托出才能赢得信任，把观点反复强调才能掌控局面。可现实往往是话越多，漏洞越多，说越满，余地越少。职场上滔滔不绝的人，反而容易泄露底线，被人拿捏。社交中逢人就掏心窝的人，常常因言多被人误解。谈判桌上喋喋不休的人，往往先暴露策略，陷入被动。鬼谷子在2000多年前就看透了这个人性规律。他在鬼谷子中构建的纵横话术体系，核心从不是教你如何巧舌如簧，而是教你如何管住嘴巴，用最少的话撬动最大的局。很多人把鬼谷子当成厚黑学，可我告诉你，他最珍贵的智慧是对人性的精准洞察。真正的沟通高手从不是靠话语填充局面，而是靠沉默与节制掌握主动权。想把鬼谷子的颜控智慧吃透，学会在社交、职场、谈判中用少说话赢得优势。下次再因言多失言时能及时止损的原主，先点个关注。我会定期从订阅的朋友里抽几位，送出我珍藏的鬼谷子颜控心法手札，里面拆解了揣情百合的实操步骤，还有针对不同场景的说话分寸表，结合苏秦、张仪的实战案例，教你把每句话都说到刀刃上，外面根本找不到完整版。鬼谷子的沟通哲学本质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，他强调的策略与节制，从来不是让你闭口不言，而是让你明白话语的价值在于精准，而非数量。鬼谷子的百合篇中明确提出，沟通的核心是审时度势，揣情量权，先摸清对方的心思，局势的走向，再决定说什么，不说什么，什么时候说，说多少。这种智慧在他的弟子张仪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张仪早年投奔楚国令尹朝阳，却被诬陷偷了玉璧，遭一顿毒打，险些丧命。后来他辗转到秦国，面见秦惠文王时，没有一上来就滔滔不绝地推销自己的谋略，而是沉默良久，只问了秦王一句话：大王要不要一统天下，瓦解六国合纵？秦王反问他有何妙计，张仪也没有立刻细说，反而又问：大王信任我吗？若信我，给我3年时间，我必让六国臣服于秦；若不信，我即刻告辞，绝不浪费大王时间。正是这2句简洁的话，抓住了秦王的核心需求，也展现了自己的底气，让秦王立刻重用他，拜他为相。张仪的沟通逻辑完全契合鬼谷子的揣情之道。他知道秦王最迫切的需求是打破合纵，扩张领土，也知道秦王对谋士的顾虑是言过其实，不堪大用。所以他没有堆砌华丽的辞藻，没有罗列繁杂的策略，只用2句话祭奠中秦王的痛点，又建立自己的可信度，比千言万语都管用。反观我们现代人，很多时候说话都带着强烈的证明欲，总想着通过多说几句证明自己有能力、有见解，值得信任。可从心理学角度看，这种多言的背后藏着的是不安全感，急于寻求认同的弱势心理。就像职场上的新人，开会时总想着抢话发言，哪怕观点不成熟也要说几句，生怕别人忽略自己。社交场合中总想着用不停的话题活跃气氛，哪怕聊些无关紧要的内容，也不愿陷入沉默。可越是这样，越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。
你说的话越多，对方越能从你的言辞中捕捉到你的真实想法、底线和焦虑，反而能针对性地拿捏你。我见过一场商业谈判，甲方代表全程滔滔不绝，从产品优势说到成本构成，连自己的底价都无意间透露出来。乙方代表全程很少说话，只在关键节点提问，最后精准抓住甲方的底线，压价成功，让甲方损失惨重。鬼谷子早就告诫过，言多必失，语多必漏，你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别人攻击你的武器。他在鬼谷子中提出言有象，事有比，意思是话语都有表象，事情都有类比，对方能从你的话语中推断出你的真实意图和隐藏信息。所以真正的沟通高手都懂得藏起自己的底牌，藏起自己的情绪，只在最关键的时刻抛出最有力的话。这种节制不是懦弱，而是一种掌控力。就像古代的谋士，在君主面前从不多言，君主问一句答一句，每一句都切中要害，反而能让君主重视。而那些絮絮叨叨、事事进言的臣子，往往容易被君主厌烦，也容易一句话说错而获罪。职场中也是如此，真正能获得领导信任的，不是那些开会抢话、事事表功的人，而是那些沉默观察、关键时刻能给出精准建议的人。我在《鬼谷子严控心法手札》里，把这种节制智慧总结成了3步原则：不轻易表态，不随意吐槽，不盲目解释。不轻易表态是为了观察局势，摸清对方的意图，再给出最稳妥的回应。不随意吐槽是为了避免情绪外泄，不被别人抓住把柄。不盲目解释是为了避免越描越黑，用沉默代替无用的辩解。这3个原则能帮你在大多数社交和职场场景中守住自己的主动权。鬼谷子的智慧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，而是审时度势的权衡。他强调的见内外之词，别是非之语，核心就是让你学会在说与不说之间找到最有力的平衡点。沟通的力量从来不是来自话语的数量，而是来自话语的时机和质量。战国时期，苏秦游说6国合纵抗秦，每到一个国家，都不会立刻开口劝说君主结盟，他会先花几天时间观察这个国家的朝堂格局，君主的性格喜好，国内的民生状况，甚至会刻意制造沉默，让君主主动询问他的看法。等到君主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需求时，他才会开口结合这个国家的处境，分析合纵的利弊，精准戳中君主的顾虑和野心，最终说服6国君主达成合纵联盟。苏秦的做法完美诠释了鬼谷子审时度势、择机发言的沟通逻辑。他知道，沟通的关键不是你想什么时候说，而是对方想什么时候听；不是你想说什么，而是对方想听什么。如果时机不对，哪怕你说的是真理，也没人愿意听。如果时机对了，哪怕你只说几句话，也能打动对方。从社交动力学来看，持续不断的发言，其实是在把主动权交给对方。你说的话越多，越容易陷入自己构建的语境陷阱，也越容易被对方引导话题，最终偏离自己的目标。而适当的沉默和选择性发言，能让你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掌控话题的走向。我见过一对夫妻吵架，妻子全程不停抱怨，指责丈夫从生活琐事说到过去的矛盾，越说越激动，最后自己都忘了吵架的初衷。丈夫全程很少说话，只在妻子情绪平复后说了一句：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这件事我做的不对，以后我改。简单一句话就化解了妻子的怒火，也避免了矛盾升级。妻子的多言是情绪的宣泄，
是想通过指责证明自己是对的，而丈夫的少言是理性的克制，是抓住了矛盾的核心。妻子需要的是理解和道歉，不是无休止的争论。这就是说与不说的权衡，多说一句反而激化矛盾，少说一句反而能化解危机。职场中的沟通更是如此，很多人在向领导汇报工作时，总喜欢事无巨细地罗列所有细节，从准备过程说到遇到的困难，长篇大论下来，领导都抓不住重点。而聪明的人会先梳理工作的核心结果，只向领导汇报关键数据和重要问题，领导提问时再补充细节，这样既节省了领导的时间，又能让领导快速了解工作情况，反而更容易获得认可。鬼谷子说，口者心之门户也，嘴巴是心灵的门户，守住这扇门户，才能守住自己的内心，守住自己的利益。很多人之所以会在沟通中吃亏，就是因为轻易打开了这扇门户，把自己的心事、想法、情绪都全盘托出，让别人有机可乘。真正的沟通高手都懂得守口如瓶，择机而言，他们不会在无关紧要的人面前多说一句，不会在情绪激动时多说一句，不会在局势不明时多说一句。他们把沉默当成一种武器，用沉默观察，用沉默蓄力，用沉默掌控局面，只在最关键的时刻说出最有力量的话。这种沉默从来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高情商的体现。就像鬼谷子的另一位弟子范雎，早年在魏国遭人陷害，差点被打死，后来逃到秦国，隐居在民间，等待时机。秦昭王派人寻找贤才时，范雎没有立刻毛遂自荐，而是通过一封信向秦昭王抛出一个问题，引发秦昭王的好奇。秦昭王召见范雎时，范雎故意在宫门口装作不懂规矩，被侍卫阻拦也不辩解。秦昭王认出他后，亲自上前迎接，范雎还是沉默不语，直到秦昭王平退左右，再三恳请他直言，范雎才开口分析秦国的局势，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，被秦昭王拜为客卿，后来成为秦国的丞相。范雎的沉默是为了试探秦昭王的诚意，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价值，也是为了避免言多必失。他知道，只有让秦昭王主动求他说话，他的观点才能被重视，他才能真正在秦国立足。这种欲言又止的沟通技巧，比直接滔滔不绝地推销自己高明太多。这种以沉默为铺垫的沟通，恰恰戳中了人性最本质的需求。人永远对未知的、有分量的事物抱有敬畏，而对唾手可得的、泛滥的信息视而不见。鬼谷子的智慧里从来没有教过弟子们靠巧舌如簧去压倒别人，反而反复强调言轻则权轻，言重则权重。话语的重量从来不是由数量堆砌，而是由时机和分量决定。就像儒家所言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古今的智者在沟通上都有着惊人的共识。真正的高情商从不是能说会道，而是懂得适时沉默。从交流心理学的角度看，这背后藏着一个冰冷的规律：信息冗余往往会降低可信度，而适度的沉默会强化信息的权重。当你说的话越多，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就会被稀释，对方的注意力也会逐渐分散，甚至会对你的话语产生怀疑。反之，当你惜字如金，只在关键节点发声，对方会更专注地倾听，也会更重视你说的每一句话。就像演讲时，那些滔滔不绝、毫无停顿的演讲者，往往很难让听众记住核心观点，而那些懂得适时停顿、用沉默烘托气氛的演讲者，反而能让听众紧跟思路，印象深刻。
我见过一个企业处理危机公关，一开始的发言人急于解释，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滔滔不绝，从事件的起因说到处理过程，甚至还反复为自己辩解，结果越说越乱，漏洞百出，反而引发了公众更多的质疑。后来企业换了一位发言人，面对记者的追问，他没有过多解释，只说了3句话：这件事我们确实有疏漏，向大家道歉。我们已经成立专项小组处理，会在72小时内公布结果。我们会承担所有应有的责任。简单的3句话，态度诚恳，信息明确，反而平息了公众的怒火，让企业的形象得到了挽回。这就是沉默与节制的力量。在危机处理中，多说一句都是多余，精准的回应远比喋喋不休的解释更有效。而在家庭沟通中，这个道理同样适用。很多夫妻之间的矛盾，往往不是因为事情本身，而是因为情绪上来时的口不择言、翻旧账、说狠话、无休止的争论，最后把小事闹大，把感情炒淡。其实很多时候，当对方情绪激动时，你不用急着辩解，不用急着反驳，只需要安静倾听，等对方情绪平复后，再心平气和的沟通，往往能事半功倍。真正的沟通从来不是一场辩论赛，不是非要争出个对错输赢，而是找到彼此的平衡点，达成共识。而鬼谷子的颜控智慧，就是教我们如何在沟通中找到这个平衡点，用最少的话达成最大的效果。他的百合权衡本质上就是一种沟通的应变能力，根据对方的情绪、局势的变化，调整自己的话语，该摆则摆，该和则和，该说则说，该沉默则沉默。苏秦配6国相印，能让6国联合抗秦，靠的不是花言巧语，而是他能审辨每个国家的处境和需求，能节制自己的话语，只说每个君主最关心的内容，能应变合纵过程中的各种突发状况。张仪能瓦解6国合纵，靠的也不是伶牙俐齿，而是他能审辨秦国的战略目标，能节制自己的言辞，精准抓住6国之间的矛盾，能应变连横过程中的各种变数。这2位纵横家的成功，都是对鬼谷子审辩成节制成应变沟通模型的完美践行。这个模型是鬼谷子颜控智慧的核心，也是现代人解决沟通困局的关键。审辩是基础，是沟通前的准备，也是沟通中的观察。你要审辩对方的心理、情绪、需求，审辩局势的走向、利弊、关键点，审辩自己的底线、目标、筹码。没有审辩的沟通，就是盲目的沟通，说再多的话，也抓不住重点，打动不了对方。我在鬼谷子颜控心法手札里，把审辩的技巧拆解成了3看。看表情，从对方的微表情中判断他的真实情绪是高兴、愤怒、怀疑还是认同。看话语，从对方的言辞中捕捉他的核心需求，他关心什么，顾虑什么，想要什么。看局势，判断当下的沟通环境是正式还是随意，是有利还是不利，该说硬话还是软话。这3看能帮你在沟通中快速摸清对方的底细，掌握局势的主动权。节制是核心，是沟通中的自我约束，也是话语价值的保障。你要节制自己的表达欲，不急于证明自己，不急于寻求认同。你要节制自己的情绪，不被情绪左右，不口不择言。你要节制自己的话语，不说废话，不说空话，不说没有把握的话。很多人觉得节制就是少说话，甚至不说话，其实不然。节制是有选择的说话，是把话说到刀刃上，让每一句话都有价值，都有力量。手札里把节制的方法总结成了3删：删去废话，只保留核心信息；删去情绪化，
用理性的语言表达，删去不确定的话，不说模棱两可的内容。这3删能帮你在沟通中精简自己的话语，让你的表达更精准，更有分量。应变是关键，是沟通中的灵活调整，也是掌控沟通节奏的法宝。沟通的过程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对方的情绪会变，局势会变，话题也会变。你不能一成不变地按照自己的思路说话，要学会随机应变。该主动发言时就果断开口，抓住机会；该沉默倾听时就安静观察，蓄势待发；该转移话题时就巧妙引导，避开矛盾；该直面问题时就坦诚回应，不卑不亢。手札里也分享了应变的3招：顺势而为，顺着对方的话题和情绪沟通；不硬碰硬，借势发力，借助对方的话语和局势表达自己的观点；逆势转身，当沟通陷入僵局时，及时转移话题，重新寻找突破口。这3招能帮你在沟通中应对各种突发状况，始终掌控沟通的节奏。想把这个审辩惩戒制成应变的沟通模型落地，真正学会鬼谷子的颜控智慧的朋友，一定要关注我。我会在订阅的粉丝里不定期抽取幸运者，免费送出这本鬼谷子颜控心法手札。手札里不仅有审辩节制、应变的实操技巧，还有针对职场、谈判、社交、家庭等不同场景的话术模板，还有苏秦、张仪、范雎等纵横家的实战案例拆解，教你如何把鬼谷子的智慧用到现实生活中，让你在任何沟通场景中都能游刃有余，用少说话赢得主动权。很多人把鬼谷子当成厚黑学，觉得他教的都是耍心机、玩手段的技巧。其实这是对鬼谷子智慧的误解。鬼谷子的纵横智慧从来不是教我们如何算计别人，如何占别人的便宜，而是教我们如何看清人性，如何尊重沟通，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守住自己的利益，赢得别人的尊重。他强调的话越少，弱点越少，不是教我们刻意隐藏自己，而是教我们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弱点，不要因为言多失言而给自己带来麻烦。他强调的让每一句话都能左右局势，不是教我们用话语去操控别人，而是教我们让自己的话语更有价值，更有力量，能在沟通中起到关键作用。现代人的沟通困局往往不是因为不会说话，而是因为太会说话，太喜欢说话，把说话当成了一种炫耀，一种证明，却忘了说话的本质是交流，是传递信息，是达成共识。我们总想着用话语去掌控局面，却忘了真正的掌控从来不是靠话语的数量，而是靠话语的质量；从来不是靠不停的表达，而是靠精准的回应。就像鬼谷子的弟子们，他们身居乱世，凭一己之力搅动天下格局，靠的不是滔滔不绝的言辞，而是对人性的精准洞察，对沟通的精准把控。他们懂得话不在多，而在精；言不在巧，而在准。他们懂得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嘴巴，而是来自内心的洞察，来自对局势的掌控。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沟通高手，从来都不是那些巧舌如簧的人，而是那些懂得沉默、懂得节制、懂得应变的人。他们话不多，却字字珠玑；他们不张扬，却能掌控全局；他们不争论，却能赢得人心。而我们学习鬼谷子的颜控智慧，就是要学会做这样的人，学会管住自己的嘴巴，学会审辩沟通的局势，学会节制自己的话语，学会应变沟通的变化，学会在社交中用少说话赢得别人的尊重，学会在职场中用精准的表达赢得领导的认可，
学会在谈判中用沉默的力量赢得主动权，学会在家庭中用温和的沟通赢得家人的温暖。我们总以为沟通是一种技巧，其实沟通是一种智慧，一种对人性的智慧，一种对自己的智慧。你能看懂别人，就能说对话；你能管住自己，就能说好话；你能应变局势，就能说准话。而当你真正掌握了这种智慧，你会发现，原来沟通可以如此简单，原来赢得人心可以如此容易，原来掌控局面不需要滔滔不绝，只需要让每一句话都能左右局势。